曾经，棒球场上存在着一种如巫术一般的球种。棒球会受到气流的波动而产生不规则的变化，让场上的所有人都难以预测它的移动。名人堂投手、赛扬奖都曾用着这颗球在场上大杀四方。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颗像是魔法一般的球已经几乎在球场上绝迹。能够完全掌握它的人，要不是已经不在，就是高挂球鞋，远离的球场，也让这份魔力无法在场上被展现。不过在近年，中华职棒的赛场上又有这么一颗魔球复苏的迹象。这颗球就是蝴蝶球，因为它真的是一颗非常难以投出的球种，所以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来展示。So my pitch grip will be most of the time right around like this. Got to keep the nails short. If this doesn't feel completely comfortable, I will rotate it. Sometimes I'll be here in between the two seams, and the last one would be more like going into the horseshoe with my thumb underneath. 与多数球种相反，它在出手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让球旋转，产生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并且因为气流的波动，在进到本垒板之前，可能会产生不规则的变化。也就造成了像是蝴蝶一般飞舞的视觉效果。因为蝴蝶球需要用超低的转速来让气流带着它跑，所以它的球速也不能到太快，一般大概落在80到130公里左右。会说它像是一种巫术，就是因为它不规则的变化。蝴蝶球的效果会让打者很难掌握，没办法像其他球种一样能够判断球的落点，就算打到了也不一定打得好。但同理的投手也不容易掌控它的不规则性，控球通常是蝴蝶球投手会面临到的一大课题，捕手也是一样的道理。I think the catchers was the funniest thing when I started throwing in spring training. I think there was kind of like when I called, I said, "Hey, knuckleball," and they're like, "Really? You're gonna throw it?" And I'm like, "Yeah." So that was probably the biggest transition of them just seeing it more, and then becoming more comfortable with it, and knowing that you don't always know what it's gonna do, so you just have to be ready back there. 通常会有专门搭配接捕的蝴蝶球捕手，以免遇到不规则的变化时有太多爆头或是捕翼的状况。但这样的不规则性让蝴蝶球的上下限非常的高，投得好的话，真的是一颗压制性很强的球种。但如果没能控制好转速，它就会成为一颗球速很慢、完全没有压制力的肉包球。蝴蝶球使用的巅峰大约是在1930到70年代的大联盟，那个年代比较不注重球威。整体的 K 轴值大概只有4到5左右，先发投手会需要大量吃局数的年代，是比较多著名的蝴蝶球投手在场上投球的时候，许多吃大量局数，生涯拿超过100胜的蝴蝶球投手，在这个年代最为兴盛。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名人堂的大投手 Phil Niekro、Hoyt Wilhelm 等。到了比较近代的蝴蝶球投手，就以 Tim Wakefield 为主要的代表。这些投手的特性就是蝴蝶球的使用比例非常的高，他们都是速球球速非常慢的软投。像 Wakefield 的速球大概就只有120到130左右，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是把蝴蝶球当作一般人的速球在丢了，目的就是要用不规则的变化来让打者打不好，进而创造不扎实的击球。当唯一一位使用蝴蝶球拿下赛扬奖的 R.A. Dickey 则是有不同的使用方式，虽然一样是用高达80%的蝴蝶球，但 Dickey 的蝴蝶球是偏快的，均速可以来到125公里左右。再搭配上它可以到140公里的速球，让打者更难分辨两者的差异。所以它的蝴蝶球在巅峰年可以达到 27.7% 的挥空率，整季的 K 轴值可以来到 8.9， 是非常少见的三振型蝴蝶球投手。而台湾的蝴蝶球投手也大都存在于非常早期，大多出现在职棒诞生以前，许生明、谭信明、庄胜雄。而金臂人黄平洋是极少数在职棒成立之后还有投出蝴蝶球的投手。不过也因为年代久远，其实找不太到这些球员实际投出过蝴蝶球的影片记录。2020年，统一狮曾经签下过费尔本，才再度让蝴蝶球出现在中华职棒的赛场上。不过自从费尔本短暂的在中职出现之后，蝴蝶球在中华职棒就此绝迹，直到近2季，我们才又再次看到这样巫术一般的球种出现在赛场上。I've always wanted to, and I feel like now is the time if I'm going to do it, I might as well. And in the off season, I made the decision that I'm going to do it. I'm going to commit to it. I'm going to work on it. And I'm gonna come in, I'm gonna throw it right when I get here. So. 石基林和后进也是相隔多年之后蝴蝶球的继承人。
也是野球革命开始记录之后唯二有记录到蝴蝶球的投手。这也让我们可以更仔细来观察他们的成果。2024年4月18号，徐基麟在面对富邦悍将的比赛投出了一颗蝴蝶球，让中华职棒的赛场上，自从黄平洋之后，再度出现蝴蝶球土投。根据我们的记录，徐基麟在2024赛季受伤之前，总计投出过15颗蝴蝶球，不过控制力还没有很成熟，15颗球中只有1颗被击成界外的好球，效果还不是太显著。不过后进的蝴蝶球就有着类似 R.A. Dickey 的样貌。来到台湾5个赛季的后进，前面4个赛季都不曾在一军的比赛中看过蝴蝶球的出现，直到2025赛季，他才正式把这个失传的巫术拿来当武器使用。这个赛季目前10场的先发，后进虽然只使用了24颗蝴蝶球，但已经收到不错的效果。后进的蝴蝶球均速121.9公里，搭配他超过140公里的速球系球种来使用，目前还没有被击出过安打，并且有着55.6% 的挥空率。24颗球中只有4颗进入到好球带，但却能非常有效地引诱打者出棒。仔细看后进投蝴蝶球的时机，他只有在球数领先的时候才会把这颗球拿出来，尤其集中在量好球之后，才会把这颗球拿来当武器球使用。我们也和后进聊到他对于这颗球的使用方式。The fact that it's tough to hit, it originally started that way to start the year, but then my last game that I used it against Fubon, I actually threw it first pitch of the game, first strike, and then I threw it first pitch of the 6th inning as well. So kind of starting to change it up a little bit, use it in different counts. Doesn't have to be 2 strikes, and as long as my catcher, as long as Bull's comfortable with me throwing it, with guys on base, I will. 目前的成效是非常成功，没错，但整季目前只有3场比赛有比较多的使用，也可以发现后进对于这颗球的掌握度还不是到最好，还不能稳定到被放到他的武器库里面，比较算是看当天的状况才会拿出来使用的球种。Yeah, I mean, if it feels good, I'm gonna use it. If it doesn't, I won't. It's basically just like any other pitch. If a guy has, a curveball, and the curveball doesn't feel very good, he's gonna pick and choose when he's gonna throw it, and he's gonna go more towards his other pitches. 看完了许基麟和后进的例子之后，也可以看到蝴蝶球是多么难掌握的一颗球种。他们是目前唯二能够在一军的正式比赛中用蝴蝶球去面对打者的投手，但2个人都还是没办法稳定的把这颗球拿出来使用。这也就是蝴蝶球在现代棒球式微的原因。I think it's just tricky to get a hold of as far as what's comfortable to throw. It's not easy to kill the spin, and it's not easy to make it look the same mechanically as a fastball. 它的不稳定性真的太高了。在现代这个追求极致球威的年代，大家都追求了更好的球速和转速，要投手和球团去相信一颗球速不到130又超级难控制的球种，根本是一个非常不可行的选项。而且蝴蝶球因为需要靠气流创造变化，湿气和温度也会对球造成影响。有研究指出，湿热的天气会让蝴蝶球的变化较小，这样也代表在台湾，蝴蝶球是更难生存。现代棒球就连球威不是最好的控球型软投，都已经逐渐的没有出路了。要让蝴蝶球成为主力的球种更是困难。蝴蝶球在现代通常是一些即将被球队给淘汰的投手，为了寻求延长棒球路的可能性，才会去学习的球种。不过看到后进和 R.A. Dickey 的例子之后，不禁也让人思考，蝴蝶球是否能像是武器球一般使用，搭配更快速的速球来做使用，成为在球数领先时拿来解决打者，甚至创造3振的球种。蝴蝶球未来或许有这样的可能性。不过后进也提出了他在这样使用方面上的心得。For the most part, I try not to change the arm slot. Try to make it look just like a normal fastball. I think there'll be a slight change in it. As long as it's not completely obvious, I think it'll still have some kind of deception to it. And for most people, when they go to the knuckleball, it's their main pitch, so they base everything off of that. Whereas for me, it's not my main pitch, so I'm trying to make it look like my main pitches. And I think that's a lot harder to do than when the knuckleball is your main one. 投球是一门艺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风格，每个在投手手上的投手都用着不同的方式在解决打者。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球种，只要能解决打者，就是个好球种。蝴蝶球在现代可能逐渐绝迹，但或许透过不同的搭配方式，还有机会可以让这个失传的球种在这个时代继续流传。